这台春风675测试下来啊，让我眼前一亮啊，这样的感觉。大多数国产车还在忙着堆配置、做加法去吸引眼球，那我认为春风在这台675上，它已经开始做减法了，而且做的呢还可以。当然了，今天我们主要还是来看一下它的百公里加速性能，顺便啊聊一下春风这台车与众不同的地方。那咱们还是先测它的百公里加速啊，测试执行机车圈0-100加速测试标准，车辆满油，封闭纯平的路面，我的体重呢是65公斤，测试环境温度23摄氏度。经过实测，这部车百公里加速耗时是3.4秒，2档破百，04还有极速啊，因为这个场地它不够长啊，就没法测。那3.4秒这个成绩呢，它其实并不是这台机器的极限啊，而是这个车辆结构限制了。因为弹射的时候啊，你发现它根本没法快速的去释放这个离合，因为它车头很容易起来啊。那这个成绩打开机车圈 APP 实测加速排行榜对比，可以看到跟 KTM 的790还有春风的800NK 啊是一样快的，要比同级别的本田650还有阿普利亚的660都快一点。那对这个排行榜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在手机上自行查看对比。在发动机这一块测试下来呢，我发现它的低扭啊比我想的要更强一些。它在1档的时候啊，你2把油给大点，它直接就能翘头了，这个离合都不用弹啊。然后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后尾牙啊，是48齿的一个尾牙。那这个齿数在同级别里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齿数。如果有想更换链条还有牙盘的朋友啊，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赞助商摩拜世家的链条。这个机器在8000转左右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动力爆发，整体调教是偏这种高转性能的方向，但是我感觉它的转速啊应该是被限制了，因为它在断油前啊，这部车还是有往前冲的那股劲儿的。那这个在马力图上体现的比较明显。实测的马力图我也已经上传到机车圈了，感兴趣的可以在手机上先看一下。还有朋友这样问过我啊，它这个机器偏高转，那会不会它的震动比较大呢？我的感受是震动肯定有，但是呢完全可以接受。那在这儿呢，我就不放什么水杯去测它的震动了。我觉得衡量这种运动车型震动大小的一个标准啊，就是当震动出现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是不是很容易被震动吸引？那如果是的话，咱们就可以理解为它的震动啊是偏大的。那如果不会被吸引，那咱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这个震动是可以被接受的。在操控这一块呢，在这个级距的仿赛里是属于操控非常灵活的那一类，骑上的动态感觉也会比较轻巧，并不会给你一种这个车很大很笨重的感觉。甚至啊，我觉得它这个车头有点过于灵活了，在左右连续倾倒的时候啊，有种车头先进来了，屁股才跟上这样的感觉。在减震这一块呢，它后减震原厂的预载调的比较软，前减震的支撑性倒是还可以，但是也往舒适性方向妥协了一下。那这套减震啊，运动舒适差不多5.5开啊，这样。简单聊一下这台车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啊，也就是我开头说的做减法。你比如说这台车上面啊，它虽然用的是这种传统的拉线油门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油门调的就还可以啊。咱们不吹它有多好用，起码呢它是一个正常的油门。我觉得这种做法呢，就比用电子油门明明调的不好啊，还非要上电子油门这种做法来的精明。毕竟啊，咱们大多数车友这个车骑起来舒服啊，好骑才是我们想要的，对吧？那同理，在这台车上呢，我也几乎看不到它设计用力过度的地方啊。整体的配色呢也比较简单大气，整体比较和谐。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那目前这台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声势的703，还有无极的660。那无极的车我已经拉回来了，明天我就去把它测掉。然后呢，我会出节目再跟这个春风675进行对比，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机车圈实测中心的数据更新。那个声势的703车子啊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接到。那关于这台675的马力级和刹车测试成绩啊，我也都上传到机车圈了。所有的视频节目啊，计划本周之内啊就全部都做出来。这个世界级的3缸啊，咱们就一定得用好的机油啊，用世界级的机油。那这里呢，推荐大家使用来自瑞士全进口的摩托瑞士的突破者系列，真正的全合成机油。买2瓶呢，我们送一个机滤；3瓶以上啊，送机滤加摩托瑞士的这个正品小熊，数量有限啊，这个小熊一共就10个，先到先得。详情查看评论区的置顶栏列。